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，今天要来组装这盒 RG 的托尔吉斯3。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再犯了3次吧。对，前阵子我才抢到手，就知道这台有多热门。那这台机体应该是不用我多做介绍啦，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始めましょう。板件数量15片，包含 RG 以前就有的成型式骨架，另外有5片属于小板件。贴纸的部分也是给出了一张真实感贴纸，除了带有金属质感的贴纸之外，还有其他的标识胶贴。那我们就进组装时间。好，那我们先将这台托尔吉斯3的骨架组装完毕了。那因为跟我印象中的 RG 骨架差很多，那我是很多年没有组 RG 了啦。所以各位，如果听完我的想法，然后你觉得说，拜托，这都多少年了，你现在才做，或是你现在才知道，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啊，你这个乡巴佬。首先是来看到这个汤口的部分，那这个汤口的部分设计实在是太小太窄了吧，就我的钳子完全没办法伸进去。我只能拿笔刀一点一点的把它割掉。我是一个很懒得拿笔刀的人。那我知道说这边到时候装上外装甲一定是看不出来的啦，但我还是很想吐槽一下万代，汤口可以不用设计在这里呀，可以比如说设计在其他地方，像这里呀，或是这里呀也可以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定要设计在这么小的地方啦？然后再来是腰部的部分。腰部的部分呢，托尔吉斯3给人的印象应该是有点肥肥壮壮的感觉吧。这个腰部实在是太细了，我在把它装上去的时候，真的很怕直接把它折断了。然后再来整体的骨架也是给人一种非常精简的化的感觉。以往 RG 的骨架都是像这样子的手臂，在板件上面已经帮你处理好的，但是现在的骨架也是比照 MG 这样一块一块拼起来。跟我印象差很多。我以前组装的是攻击钢弹，然后自由啊跟 Z 钢弹，后来因为 Z 钢弹组装到一半，然后就开始把玩，接着直接断掉了，从此对 RG 产生阴影，就再也没组过 RG。然后再来是手臂的部分，手臂的部分在组装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它是完全没有办法伸直的。那理由呢，也是因为各位可以看到，在弯曲的时候，这边其实是有一点联动机构的。那在伸直的时候，各位可以看到说这边的卡榫。好，它的行程就是这么短。那到底的时候，它的手臂就完全没有办法再伸直了。好，所以各位如果有买其他版本的托尔吉斯，我相信其他的托尔吉斯1然后托尔吉斯2，这个骨架应该也是直接共用的。万代应该是不会这么好心重新设计一款新的骨架。所以如果有买，然后组装开始把玩的话，一定要注意一下，不要直接把它掰直。那刚刚虽然说有提到整个骨架非常精简。不过在喷射背包的部分，因为喷射背包还是需要做展开，所以万代在这里面还是有做少许的内购这一点还是很值得称赞的。那我们就赶快将我们的外装甲装上去 ，Go！好，这一支 RG 的托尔吉斯3组装完毕了。那历经过前2周的旧模洗礼，然后一回到近年的这个模型，一整个感觉就回来了。简单来说就是3个字：舒服。光修剪汤口这一件事情，就让我感受到整个时代的差距。旧模的汤口，就连我拿好的钳子剪都很难一次搞定。这次组装上看说明书时有注意到，
原来现在 RG 系列会标示零件上面的隐藏汤口位置。为了确认这件事情，我还翻出以前 RG 攻击的说明书比对一下，这一点真的是蛮贴心的。但还是不免要说一下，2012年的 NG 说明书就有标示出本部位会用到哪几片板件。这本2019年的又在搞偷懒，不标就是不标，明明可以贴心到100分的程度，换代又是只做80分，每次都这样，我真的是。来看外观，给我的印象是比起旧 RG， 刻线上较为简洁的风格。在这种大面积近乎全白的机体下，这种简洁的风格看下来非常舒服。蓝色也延续了 RG 风格，透过深浅不同的同色系，增加了整个视觉享受感。白色也有分成2种白色，视觉上看下来不明显，跟旧款 RG 的纯白以及浅灰不一样。其中第2种白色采用亮白色，漆面的材质也不太一样，比较硬。剪下零件时就可以感受到手感的不同以及清脆度的差异，大部分在四肢居多。上周的黑猎犬型有提到，这种亮面也算是指纹收集器，不过由于托山是浅色系的白色，因此比较不明显。再来我在组装时想说，这种背后有悬空喷射背包的模型会很容易后仰倒下，但意外的站很稳，特别是在这种姿势下还可以稳定站立。我让它站了这么多次都没有倒，优秀啊各位！呵呵。头部的火绳炮细节有重现，头盔也可以拆下来，看见里面的里欧头，很符合原作的设定。但头盔有点松，把玩的时候容易拆下来，特别是在上扬的时候。手掌采用替换式，连接在手臂的地方非常紧。双手的部分有握拳、持握武器、开掌造型，单边则是右手的握持光束键斜向造型。持握武器的内层都有小卡榫，用来将武器固定时使用，使用上非常稳固。武器部分有标志性的 Mega 加农炮，2把光束键，附带盾牌的电热边。Mega 加农炮的油压管都有完整的分色，不过这个颜色我怎么看，怎么很像冷气的铜管颜色啊？前端也可以2段展开，重现大功率发射时的状态。再来聊聊武器的机械臂，这一部分我把玩了很久才找到好的角度。原本机械臂配合加农炮架在肩膀旁边之后，会看到加农炮距离手部有一大段距离，要握持会有难度，需要调整机械臂的下端关节才会方便握持。另外在接上手掌时，扳机跟加农炮的距离太短，不是很容易安装，推荐将整片扳机拆下之后再做连接。2把光束键就是单纯的标配，平常不使用时可以收纳在盾牌内侧，收纳处有旋转轴可以转出来。盾牌同样透过机械臂连接在肩膀上，不过由于内部有可动的握持把手，比加农炮容易握持在手上。前端可以透过替换实现电热边的射出状态，电热边本体是透过内附的电子线连接7个边体，不管是伸直还是弯曲上都有不错的效果。最后是连接展示架，是透过替换零件安装在托山本体的底部之后，才可以连接在展示架上。接着来看可动，头部是透过单一颗球形关节连接，上扬不错，俯视的话就偏普通，前后摆动就完全没有，侧摆没问题，左右旋转则是正常的水准表现。躯干在弯腰以及后仰都是2段可动，不过因为它内部的骨架真的很细，外加跟腰部连接只有1根直轴，是真的很怕折断。侧摆几乎没什么表现，左右旋转会跟后裙甲产生干涉，没办法完整的360，不过够用就好。驾驶舱的部分也可以打开，但由于是 RG 规格，内购什么的是不存在，就是个哇可以打开的程度。好，仅止于这样子。1:144的子安5人 Jake Smarties 也有附上，有余力的观众可以自行涂装。手部的肩架因为非常大，跟喷射背包会有干涉，平常没有办法完整的360前后旋转，但是透过外摆关节将手部拉出之后，就可以完整的旋转。肩架掀起同样会卡到躯干，角度只有60度，手部平举则是接近90度，在把玩时可以感受到非常的紧实。手肘弯曲为2段关节，弯曲后可以碰到肩架，110度的水准。其余的根部旋转以及手掌旋转，这些都是正常的水准表现。腰部的前裙甲可以向上掀起，而且这部分跟前方的喷射口有点动，后裙甲几乎无法掀起，硬要掀的话只会整片拆下来。不过喷射口盖的地方可以完整掀开，角度可以来到150度。侧裙甲有2段，平举约90度，
但平时内部会有一根连接轴连接在大腿上，所以平时不会动到它。旁边的装甲也可以微幅掀起，露出一部分的内构。接着是脚部，平时脚部的把玩体感上会觉得根部偏松，侧裙甲的连接轴也会影响整个可动度。前踢可以来到90度，后踢则是因为后裙甲无可动的关系，只剩下30度。侧踢可以有90度，这边的关节倒是蛮紧实的。根部可以旋转，不过表现上会因为大腿造型表现普通。可以增加可动度的髋关节，这台也有配置。屈膝可以来到160度，小腿肚贴到大腿的水准，在膝盖处也有联动，可以看见部分内构。脚掌的关节都偏紧实，左右旋转、前后摆动都是正常的水准。侧摆的部分表现不错，接近60度，配合本来平衡性就不错的本体，会有稳定的抓地力。脚掌前端有2段可动，其中一处是脚尖的位置。最后来看喷射背包，连接托山本体的机械臂有3段可动，分别可以左右、上下旋转。背包本体2侧都可以打开，内部的喷射口也都可动，下层的外盖也可以打开，喷射口可以向下拉动，跟上方的装甲会有联动效果。那以上就是这台 RG 托尔吉斯3的开箱了，我个人是很满意啊。整体的关节除了大腿根部之外都很紧实，零件也不会东掉西掉 ，Mega 加农炮也不会有手软的情况发生。更棒的是这个站立稳定度，是真的很稳，表现成这样就一个字，买爆！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你对这台托尔吉斯3有什么想法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或是你真的玩到腰部断掉了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玩到断掉了，那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。